这是一个鱼状的水罐，当水罐向下倾斜倒水后，在回正的过程中，内部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，听起来就像是鱼儿在吞吐泡泡一样，十分有趣。那这种声音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依此形状将其做成透明玻璃罐，观察水在内部的运动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水在向下倒的过程中，流经空间的弯折处时，所产生的气泡会不断地在2个空腔内游走。这些气泡的界面可以像刚性壁一样发生震动，从而产生咕噜咕噜的声音。这与我们从普通的瓶内倒水时发出的轻微响声类似，都取决于气泡的移动。不同的是，鱼形水罐在回正时声音要大上许多，这是因为普通水罐在倒水时，气泡会随着水的流动涌入空腔，声音会置于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中。而鱼形水罐在回正时，则是内部的气泡朝着瓶口溢出，所产生的声音透过瓶口传入我们的耳中后，自然也就大了许多。除此之外，我国古代还有另一种将声音和器具完美结合的工艺品，那便是源于先秦时期的鱼洗盆。在鱼洗盆内倒入半盆水后，浸湿双手，用手摩擦它外扩上的双耳，鱼洗盆就会发出响亮的嗡嗡声，盆内也会出现水波起景。到了唐代，经过改良后，盆内的水还可以喷出2尺左右的水柱。那么这种现象又是什么原理呢？当双手对盆耳的摩擦频率与铜盆盆腔的固有振动频率相同时，就会引发共振。此时铜盆的振幅达到最大，振动最厉害，传入水里后引起水波。但由于鱼洗盆底的限制，使得它所产生的波动不能向外传播，于是在鱼洗壁上入射波与反射波相互叠加，进而形成驻波。驻波中振幅最大的点数称为波腹，最小的点称为波节。在洗的振动波腹处，水的振动也最强烈，不仅会形成水浪，甚至能喷出水珠。在洗的振动波节处，水不发生震动，浪花、气泡和水珠都停在不震动的水面上。因此在观赏鱼洗喷水表演时，就会看到鱼洗水面有美丽浪花和喷射飞溅的水珠，也是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了。